师姐，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你竟然对我下如此毒手！来了来了，苏师姐上辈子黑化的导火索。昨晚江洛水身上的伤口，乃是你佩剑的独特印记，你作何解释？弟子百口莫辩。在波澜壮阔的修仙世界，蜀山剑派本应是斩妖除魔、护卫苍生的中流砥柱。然而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源自其内部，不是外敌入侵，而是近乎瘟疫般的恋爱脑蔓延。我们的主角李玄霄，一位意外穿越至此的现代灵魂，便置身于这场啼笑皆非却又关乎天下存亡的漩涡中心。李玄霄的初衷简单纯粹，勤勉修炼，得道成仙。但命运却给了他一个无比棘手的任务，阻止身边一群天赋异禀却深陷情网的师兄师姐们走向飞化，从而避免蜀山覆灭、天下浩劫的悲剧重演。他并非重生到太平盛世，而是精准回到了悲剧的起点。镜头首先聚焦于蜀山大师兄薛云，他是千年难遇的修道奇才，性情温和，本应是宗门未来的希望。可惜一遇情关便智昏，为了拯救心爱的女子，他竟不惜冒着天下大乱的风险，意图打开囚禁着无数妖魔的锁妖塔。这无疑是饮鸩止渴，将个人情感凌驾于万千生灵安危之上。紧接着是四师姐苏婉，人称蜀山第一傻白甜，因遭人污蔑，而其道侣慕容墨又选择沉默，心灰意冷之下，他愤然下山，最终投身魔教，调转矛头指向昔日师门。纯真被辜负，爱意化仇恨，其破坏力同样惊人。还有五师姐林婉晴，与魔君纠缠着30孽缘，为了与所谓的真爱相守，他不惜残杀同道，誓要与整个正道为敌，其执念之深，令人扼腕。李玄霄目睹此情此景，不禁哀叹：蜀山怎么全是恋爱脑啊？潜意识的惨痛经历告诉他，若放任不管，这些因情失控的天才们终将亲手埋葬蜀山的千年基业。于是他决定挺身而出，其口号虽带几分戏谑，阻止恋爱脑师兄师姐们飞化，背后却是沉重的责任与守护的决心。他的第一次重大干预，便是阻止大师兄薛云受吞天魔君蛊惑。吞天魔君善于挑动人心恶念，更与蜀山掌门立下同生共死的大道誓言，杀他便等于弑师。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道德困境。但李玄霄凭借其超越常理的正的决断，以弟子李玄霄请掌门赴死的悲壮，做出了以大局为重的选择，得到了掌门的理解与嘱托，暂时化解了这场直接危机。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大师兄，转眼又因心爱之人要嫁与他人而道心波动，再次显示出恋爱脑的顽固性。李玄霄的劝导看似起了反效果，薛云反而更坚定了夺回所爱的念头，让李玄霄深感无力。与此同时，李玄霄还试图通过预防式干预改变其他角色的命运。他救下本可能成为他师妹，未来会遭不幸的赵露，却因对方持有留影石而未能彻底摆脱缘分，反而吸引了这位姑娘加入蜀山。对于四师姐苏婉即将遭遇的诬陷，他更是未雨绸缪，不惜以监视的非常手段提前布下证据，虽成功帮其洗刷冤屈，自己也因手段出格而受罚，可谓用心良苦，过程曲折。走吧，我们该训练了。走。吞天魔君，森光神水，是大师兄黑化那天。只要我放你出来，你就能救我心爱的女人，我父亲不会死。本座岂会欺瞒小辈？好险好险，差点就把这货给放出来了。大师兄，这里交给我吧。拜托师弟了。前世大师兄本是天纵之子，年轻一辈最强，却被吞天魔君蛊惑黑化，为救心上人覆灭蜀山。还好我今天来得及时，你就是吞天魔君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连佛都愿意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们蜀山自诩正道，为何不愿意试着拯救我呢？邪门歪道，懒得跟你废话，你也配？邪怎么了？邪就该死吗？你不死，难道我死？这小子怎么油盐不进？想知道为何大师兄想放我走吗？不想。不，本座就要告诉你，蜀山掌门与本座曾立下大道誓言，同生共死，杀我就等于杀他，你下得去手吗？之前的弟子，包括薛云，都被吞天魔君勾出邪念。如今换了玄霄，他能做到吗？玄霄与掌门情深，如今他知道了，杀吞天便是杀掌门，恐怕难担此任。本掌门深得人心，对待蜀山弟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，任谁也下不去这个手啊！那老家伙将你养大，视如己出，你
亲手杀了他，回去以后如何面对同门师兄弟？你平日杀害生灵无数，能有今日结果，有一半原因是掌门纵容，那老掌门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其他蜀山弟子说的话不一样啊！我就不信你心中没有邪念，看本座的欲念魔动！一旦勾出邪念，将难以自制。这一次恐怕又失败了。让本座看看你心中的邪念！吞天魔君罪该万死，应该千刀万剐。就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此邪念若勾出来，我恐怕死得更快呀！哎，难道你不问问你掌门他愿不愿意死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还有很多遗憾，他还有个忘不掉的初恋呢！哎，你这是道德绑架，你怎可牺牲别人，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呢？少废话，拿命来！不要啊！弟子李玄霄，请掌门赴死。师傅，他进去了。啊！弟子李玄霄，请掌门赴死。你干得很好，掌门残魂在殿中，你去见见他吧。弟子李玄霄，拜见掌门。你还记得蜀山令条是什么吗？弟子记得：纵横荡魔邪，一剑斩群妖，除魔卫道，守护天下苍生。好，没给老子丢人，以后蜀山就靠你了。弟子李玄霄，恭送掌门。大师兄，你还好吗？前世薛师兄为人和善，对我也很好，可惜谈了恋爱就跟傻似的，最后还黑化覆灭蜀山。不过现在吞天魔君已灭，他应该清醒过来了吧？我没做到的事，你做到了，你比我强。这是啊，这是能开启蜀山剑阵的法剑，以此剑可以行掌门之举，监控蜀山上下，战斗时更能提升一个境界。老家伙原本留给我的，我不配，给你了。师兄，节哀。亲爹死了，心爱的女儿要嫁人了，仙霄，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这货不会是又要黑化吧？我得赶紧劝劝他。怎么会呢？大师兄天赋绝顶，乃是蜀山年轻一辈最强，切勿妄自菲薄呀！仙霄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又怎么夺回心爱的女子？哎呀，这个死恋爱脑，绝不能让他沉溺在情情爱爱里。我会专心修炼，早日正道成仙。化疗有效果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正道成仙，然后把他夺回来。师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师兄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不能失去他。我已经失去父亲，不能再失去他了。我爱他，若失去他，得到天下又如何？大师兄，等等啊！你爹刚死，还没过头七啊！你忘了当初修道的初心了吗？哎呀，造孽呀！师兄，大师兄，恋爱脑不可取，快回来呀！师兄，哎呀，这杀千刀的恋爱脑，怎么重生回来还拦不住你？师兄，师兄，是有魔气，是魔教的人。这是赵露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师兄。师妹，前世赵露当了我师妹，最后被黑袍人杀害。只要她不加入蜀山，应该就能改变这个命运。要救她，就不能让她见到我，以免加入蜀山，重蹈覆辙。有了。我不是被魔教追杀吗？是谁救了我？
你醒了？年轻男人，难道是话本里写的那样，遇见真命天子救了我？公子，公子，你这是不该是一个帅气男人救了我，然后我以身相许吗？我乃名门正道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方便与姑娘相见。公子相救无以为报，不妨留下姓名门派，小女子日后必定报答。我等行侠仗义，岂是贪图报答之人？在下先行离去，姑娘自为之。公子！他不知道我是谁，公子自然不会加入蜀山派了。希望他这辈子平安顺遂。真走了？等等，我带了留影石啊！哇，好帅哦！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师兄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师妹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师兄，这留影石里可有你的模样哦。天杀的！这么高级的手镯，竟然是留影石！师弟啊，这姑娘长得真好看，你小子可有福了。皮囊吧。你呀，就偷着乐吧，我先去修行了。苏师姐上辈子对我照顾有加，可惜啊，2年后被江洛水污蔑，又被慕容墨亲手废掉根骨，因爱生恨，投入魔教，最终成为覆灭蜀山的一员。接下来，我得重点提防他。黑化，师兄，那我们现在去学习吗？跟我走吧。耶，太好了！接下来师兄肯定要手把手教我修炼。日夜相处，生出情愫，我们就能成为一对神仙眷侣了。师兄，你怎么离我这么远啊？少废话，教学现在开始。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，修行的第一要素绝对不能感情用事。假如有一个强大的修士不顾一切的爱上你了，宁可与天下人为敌，并且残害生灵无数，你觉得他如何？我觉得他还挺痴情的。好，假设你现在是个普通人，大婚之日上有一个失心疯的修士杀了全城的人，你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是你所爱之人、亲朋好友全部惨死在你面前，你作何感想？师妹啊，记住，仙人动情，人间不宁。师妹啊，听师兄的话，相信师兄，魔头绝对不会只爱你一个人，千万不要助纣为虐，被爱蒙蔽了双眼。我明白了，师兄。这是师兄亲自编写的2本书，分别是《一鸣正道的自我修养》和《钢铁意志是如何炼成的》，你拿回去好好阅读，抄写100遍。是。跟师兄大声喊：仙人动情，人间不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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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，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你竟然对我下如此毒手！来了，苏师姐上辈子黑化的导火索。昨晚江洛水身上的伤口乃是你佩剑的独特印记，你作何解释？弟子百口莫辩。昨晚师姐平时温婉善良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许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呢。苏婉说好听点是傻白甜，说难听点就是3棍子打不出个屁，被人污蔑也不知道辩解。江洛水本性不坏，可惜是个病娇，恋爱脑。前世深爱慕容墨，为此陷害苏婉后，却又在山下护其周全，最后被魔君所杀。这辈子得好好纠正他的3观呀。昨晚你可是江洛水正在突破的关键时刻，你那一剑险些要了他的命，而且我手中还有勾结魔教的证据，你又该当如何解释？弟子不想解释，请长老责罚。四师姐和邪教勾结，这怎么可能？平日里苏师姐就嫉妒江师妹的天赋，一时走的极端也未必不可能。的确，自从江师妹来了之后，慕容师兄和苏师姐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密切了。此事过后，苏婉被最爱的慕容墨亲手废掉修为，离开蜀山后
因爱生恨，投入魔道，最终覆灭蜀山。这就是恋爱脑黑化的威力啊！偷袭同门已是重罪，还勾结魔教，本长老宣布废掉苏婉修为，逐出。且慢，我有疑问。江师妹，你遇袭之时，确切看见是苏师姐了？似是亲眼所见。何时遇袭？今日寅时。今日寅时，苏师姐方在洞府休息，并未离开。你可有证据？此为双生流陨石，一只在我手上，另一只在2年前，我放入苏师姐的洞府之中，密切监视苏师姐的一举一动，可证苏师姐之清白。他们不会把我当变态吧？确如李玄霄所言，许是有人假扮苏婉，偷袭江洛水，挑拨门内子弟关系。还得靠我出马呀！至于你，李玄霄，偷窥门内师姐，该当何罪？我说我是为了伸张正义，你信吗？这做个证还要受罚，我这处离恋爱脑远点吧，阴魂不散啊！四师姐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不需要我的原谅。慕容师兄，你和苏师姐关系最好了，你帮我说句话。我知道你一向大度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和洛水计较。这什么女频情节啊？玄霄师弟，婉儿啊，婉儿，你师姐，你这是？师姐，小心刀剑无眼啊！我说为什么在我洞中放双生流陨石？师姐，你猜不到为什么吗？难道他喜欢我？自从江洛水回到师门，我就发现不对劲，早料到会有这一天。你骗鬼呢！且不说你那么早就发现，整整2年时间，师姐，你都把我看光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对师姐绝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，做这一切也只是为了取证，担心江洛水会陷害师姐。你今日为何这样做？你和我本是同门，帮你也是帮蜀山啊。上辈子我专注于修仙，没多管闲事，谁知道你们搞些情情爱爱的事，最后把蜀山都灭了。今日多谢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姐，慕容师兄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，我真是天才啊，又解决一桩恋爱脑黑化危机。他果然喜欢我。